刘先生，您对印太经济框架如何看？其实，在对待印太经济框架上面，日本与美国还是存在着分歧的。其一是日本认为，拜登宣布启动印太经济框架有点虚，因为美国并没有对加入其中的国家真正让利，没有对他们出口美国的商品降低关税以及降低市场准入门槛。其二，日方认为，现在还不是启动印太经济框架的最佳时机，因为相当多的东南亚国家对此仍然心存余力。在这种情况下，强行启动会导致印太国家的分裂。当然了，更为关键的还在于，美国在印太地区构筑对华经济包围圈的时候，不仅存在着言而无信的问题，而且非常不够朋友，没有照顾到日本的关切与感受。这主要表现在奥巴马政府好不容易推动的 TPP 战略不仅被特朗普给废了，而且更为关键的是，此后日本与相关国家重新成立了一个 CPTPP， 并一直在呼吁拜登政府重新加入。然而拜登不仅不理日本的呼吁，反而另起炉灶，搞出了一个印太经济框架。尤其让日本不爽的是，印太经济框架也就是 IPEF 一旦启动，也就等于是变相把 CPTPP 给架空了，甚至是直接给废了，这叫日本情何以堪。从中我们可以看出，在美日交往当中，拜登政府仍然奉行的是美国优先战略，强行吃了日本的豆腐。然而即使在这种情况下，岸田政府仍然不得不打碎了牙齿往肚子里面吞，强张笑脸附和拜登的印太经济框架，因为人在矮檐下不得不低头。拜登宣称，他已经与岸田文雄就联合国有必要进行改革达成一致，将支持日本成为联合国安全理事会常任理事国。您对此如何看？这是截止目前为止，美国在是否支持日本成为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上对外发出的最为明确的信号。它说明，为了达到支持与纵容日本、遏制中国的目的，拜登政府正准备将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的席位私相授受给日本。虽然拜登与岸田就未来的联合国改革究竟达成了一个什么样的共识，美日并没有对外详细说明，尤其是日本将以什么样的方式入常，是彻底取代俄罗斯的席位，还是增加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的名额，外界也是不得而知。但是众所周知，让中俄美英法5大国成为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让他们在全球安全问题上发挥着决定性的作用，是二战后开罗宣言与雅尔塔会议的产物，也是二战后世界秩序的核心与基石。因此拜登承诺让日本成为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这背后透露出的政治信号就是，在俄乌冲突发生之后，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已经下定了要改革联合国，甚至是颠覆二战后世界秩序的决心。看来拜登早前所说的美国将会领导一个新的世界秩序，以及英国首相曾经威胁说要把俄罗斯剔除安理会，这个说法应该是认真的。那么值得注意的是，拜登对日本的这一公开承诺，肯定会使得接下来的国际政治产生一场激烈的博弈。这场博弈将围绕着俄罗斯的去与留，日本是否具备入常资格而展开。同时跟日本一样具有日常野心的德国、印度与巴西等国也将会被卷入到这场博弈战当中。而这场博弈战的最终结果，不仅要取决于当前正在进行中的俄乌冲突的最终走向，也要取决于美英法以及中俄2大阵营究竟谁在国际上的影响力更大。假如双方争执不下，不仅联合国改革会再次失败，整个世界再度形成东西方2大阵营对抗，甚至维持了70多年的二战后世界秩序都有可能会因此而解体。